大家好，这部影片呢是离心力系列的第3集，轨道的稳定性问题。我们的指点呢，它今天受到中心力的影响，也就是我们的离心力。那离心力的形式会影响我们指点它轨道的稳定性。那我们要来找出何种离心力的形式会使得我们的轨道是稳定的。首先，在上一集提到等效位能的观念，也就是我们的 U 看作是位能再加上小动量的影响。那我们在径向方向的受力呢，可以用位能对径向方向的微分来求出来，也就是负 mL 平方除以2，再将 r 平方分之1做微分，再减掉动力位能的位置的微分，最后可以得到 mL 平方除以 r 3次方，再加上我们的离心力。那我们 r 方向的受力可以写成这个形式。首先呢，我们讨论一下理想的情况，就是圆轨道。圆轨道的特性呢，就是它的半径这个常数，那就可以知道 r 方向的加速度亦为0。接着，令圆轨道的半径为 a， 那我们受力为0，会等于 mL 平方除以 a 的3次方加上 fa， 最后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向心力为负 m 平方除以 a 3次方。接着我们要求出轨道的稳定性，我们就要在圆轨道上，在径向方向给个围绕，就是 delta x。那我们令 delta x 等于我们给围绕后的半径去减掉原本我们圆轨道的半径。那我们的轨迹方程可以写下来。那我们将 delta x 给带进去，把所有的 r 给换掉到 a 加 delta x。那我们围绕的二阶微分可以写下来，写成这个形式。那因为围绕它是很小的一个变量，它是远小于我们的圆轨道半径，就是圆轨道半径对围绕的比值远小于1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做泰勒展开。负3次方可以展成1减3除以 a delta x。那我们 fa 加上 delta x 就可以在 A 点的位置给展开来，就可以写成 fa 加上 f prime a delta x。那我们围绕的二阶微分经过整理，可以写成 a 分之3加 fa 加上 fa 阶微分上 delta x， 做个移项，就可以发现它似乎是一个点斜震荡的形式。那如果我们的轨道要稳定的话，势必我们的 delta x 随时间的变化，它是不可以发散的，就是它是不能趋近于宏大。那如果我们中括号里面这个项小于0的话，就会发现我们的围绕会变成一个数函数。那我们围绕它当时间趋到无穷上会发散。那如果它大于0的话，我们的 delta x 就会变成一个周期函数，那它就是有限的，所以可以让我们的轨道定下来。所以 f prime a 加上3除以 a fa 小于0为我们稳定的条件。那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中括号里面的形式等于0的时候，那我们要把刚刚做的近似展开，要展开到第2阶才能判断。接着我们得到了我们的稳定条件，就令我们的离心力为负 c 上 r 的 n 次方的形式。所以如果我们对它做次微分，可以得到负 c n a 的 n 减1次方。接着我们把它带进去，就可以发现它可以写成 c n
那3r n 减1次方它要小于0，所以我们括号里面 n 加3大于0，所以我们的 n 要大于-3才稳定。那我们举个例子，也就是我们重力位能的形式，那它的离心力对应到刚刚的 n 是-2，它是大于-3的，所以它是稳定的轨道。如果我们的离心力是一个弹簧的形式，就是简谐正子，会发现对应到刚刚的 n 一样，它是大于-3的，可以得到它是一个定道。那知道我们的 delta x 会是一个周期函数，我们就可以联想到这个周期函数它的自然频率为欧米伽0平方，那它跟周期的关系是 T2 与欧米伽0，就可以求出来我们的周期。那这个周期呢，会发现这个周期的一半是我们远日点走到近日点的位置需要的时间。那近日点到远日点，它的夹角 π 于1/2 t 上频率等于1/2 t 上 L 除以 a 平方，就等于1/2 t 负的 f a m a 的1/2次方，可以得到派括号3加 a f prime a 除以 f a 的负1/2次方。如果我们的离心力形式为-c r 的 n 次方，我们从远日点到近日点的角度就会等于 i 乘上3加 n 的负1/2次方。那我们离心力的形式为重力位能的形式的话，就会发现这个角度会等于180度。如果是弹簧的形式，也就是简谐正子，那它的角度是2/π。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两种情况，它们轨道是会重合的，就是我们轨道它不会有进动的形式。那行星的轨道呢，它的是一个椭圆，就是我们的太阳近日点及远日点这个夹角为π。如果是我们二维的斜正子，那它中心的位置就在椭圆的正中间，这就是我们近日点，这是我们的远日点，那就会发现这个角度为2/π。那在下一集我们就会提到排斥力的散射问题，也就是我们的中心力、离心力是一个排斥力，那它的轨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？谢谢各位。